此事皆因我霍元甲而起，我先让实招，以示歉意。果然是个狂徒。该出拳了吧？好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。你会打南拳？略知一二。不用自家本领，竟用南拳对我，狂妄之极，欺人太甚！叶师傅承让了。你赢了。叶双星技不如人，今日就离开上海滩，回广东。叶师傅，请留步。你还要怎样？叶师傅，刚才你我同用南拳过招时，元甲已落下风。之所以取胜，是因为我拳路突变，侥幸而已。叶师傅的南拳，鹤借虎威，虎随鹤行，出神入化。元甲学武多年，虎鹤双形也只是听说过，今日得见，十分钦佩。希望日后能与叶师傅共同切磋武功，相互学习。哼，输了就是输了，叶某人认账。用不着你奉承。哼，叶师傅，就算是输了，你也用不着离开上海滩。你我三人同签这生死文书，谁赢他都算赢。我来了。是你摔我呀！摔跤我确实不会，以拳脚之灵巧对你的教术，太不公平。你我还是不比了吧？你说什么？你个打拳的看不起我摔跤的！今天我要是输了，就亲手撕了那面谁教的旗子！呀！你不是拳脚灵巧吗？怎么不打？这是在我的精武门门前，怎么着我也得让你几招。我让你狂！
承让。用不着你扶我。师傅，师傅，让开！拿我的裙子来！壮士何须如此？我说了，输了就撕了这旗。这旗上写的是“神交”二字，意思是摔跤无人能及。你我二人比的并非摔跤，况且拳脚与跤术的规则大相径庭，故而没有胜负之分。你又何必撕掉这面旗子呢？巴图兄弟，这面旗子来的不易，为了一个霍元甲给撕了，岂不是可惜？他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，摔跤和拳脚本来不同，分不了胜负。你先退下，待老夫和他决一雌雄。那就有劳雷大侠了。走。霍元甲，你拳脚功夫果然不俗，难怪你目中无人。雷老前辈，报上的声明有误会，且听袁甲解释。雷大侠，您的武功绝非华而不实、虚而无用，少跟他理论，护上武林的颜面全靠您了。拿刀来！雷某虽然以八卦掌闻名，今日却和你兵器相见。雷老前辈，不要听别人的挑唆，且听我解释。少啰嗦！你不拿兵器吗？那可就别怪老夫不客气了，吃我一刀！你还不拿兵器？前辈非比不可，非比不可！师傅，我去给您取霍家枪来。不，雷老前辈用的是刀，取刀来。是。哎，刘振生，不是说好了比划拳脚吗？怎么还动起刀枪来了？快扶我出去！师傅，宝刀在此，接刀！文家，我已攻出10刀，你为何不还手？您是前辈，晚辈礼让，理所当然。哼，果然是巧舌如花。你若是懂得江湖规矩，又怎能得出那样的声明？你今天说的再好听，雷某刀下也不会留情。呀！怎么样了？娘。我儿子没伤着吧？住手！雷老前辈刀法不凡，袁甲甘拜下风了。霍元甲，你想用这种方法羞辱于我？雷门！袁甲，母亲大人是来给你助威的。看老人家说了，既上擂台，专心应战。霍家是武林世家，你可不能给祖上丢人呐。对，袁甲，你以1敌3，已胜2场在先，这一场只要专心比，无论胜负，你都已经升镇上海滩。好。
王武。娘，霍元甲，你手上这把刀从哪里来的？义兄遗物，已跟随我多年。大刀王武是你义兄？正是。怎么可能？你这后生晚辈，王武怎么会和你结义呢？霍元甲说的没错，戊戌年，大刀王武与金门霍元甲8拜结交，京津一带无人不知，只是大江阻隔，消息没传到上海而已。大刀王武，刀不离人，人不离刀，他已故去多年，宝刀为何没随他下葬，却在你的手里？庚子年，王武横遭不测，是霍元甲在洋人的枪口下，与京城朝阳门抢回王大侠头颅，才使得老英雄得以全尸安葬。可惜下葬时并未找到宝刀，后由王武友人相赠。元甲得刀后，便欲重新开棺，使其人刀合葬。我们劝他留刀于世，也是希望这口刀所代表着王武的浩然正气，可以长存人间。霍元甲，我问你，果真如此？正是如此。既然你做人方正，又为何在报上口出狂言呢？我刚才说过了，这里面有误会。报上的声明，并非是我撰写的原稿。别拍了，快走！拦住这个姓曹的！这里头一定是有什么误会啊！所以烦劳你这个大总编到擂台上，当着上海百姓的面，把误会说清楚。对，说清楚，怎么回事？开保管的，刚才你在台上油嘴滑舌的，我看你就不是好东西。你说，你登的声明可是出自霍元甲之手？我确实是接的霍元甲的声明稿啊，只是我觉得他没把事说明白，我不过就是给他锦上添花，稍加润色了而已。说什么？稍加润色，锦上添花？锦孙，曹总编，该声明的原文，你是否还记得？我却记得。今日，众人之怒，不外乎因为海上新报的那份声明。但报上所登之声明，并非是我们送到报馆的那份，而是这位曹总编的篡改之作。霍元甲，你的原稿是怎么写的？你说来给大家听听。好。因兹事体大，该声明的原文是我和晋孙贤弟字斟句酌而成，故记忆犹新。今日我便在这台上念给大家听，算作正式的声明。霍元甲拜沪上武林志士书，世人言江南之地，物华人杰。沪上里弄，卧虎藏龙。霍某自幼习武，后因事流落江湖，机缘巧合来到贵地，贸然开精武门于闸北，诚惶诚恐，夙夜不安，故以声明为帖，呈拜上海武林诸前辈。精武之力，非以门派自诩，实欲求强中华国民之体魄，除东亚病夫之谬论。今门霍元甲再拜。原来这么回事啊！姓曹的总编真不是个东西，篡改声明，挑拨离间，安的是什么局啊？无良文人想多卖几份报纸而已呗。姓曹的，都是你干的好事。雷老前辈啊，我也是迫不得已才改了几笔，这报
我实在是经营不下去了。改了几笔，你叫轻巧。上海武林险些血雨腥风，看老夫不宰了你！雷老前辈，请息怒。霍元甲，姓曹的害你不浅，你怎么还替他说话？今日与上海武林诸位前辈高手拳脚相见，根源确实在这位曹总编，但他的报馆我去过，正如其所言，经营惨淡。我想，作为一报之总编，一时昏了头脑，做了错事，也在情理之中，绝非十恶不赦之辈。是，霍元甲，你这是曹某人的知己呀！住口，还狡辩！霍元甲，这种坏人绝不能轻饶他。雷老前辈，看在我的面子上，您就放过他吧。我想，他经过今日之教训，一定会痛改前非的。滚！是这么回事啊！哎呀，这霍元甲人还不错呀，人还不错呢。霍元甲，我与大道王五交情甚深，他的人品我信得过。你既然是他的结拜兄弟，你的人品我信了。多谢雷老前辈。上海武林这么多英雄，竟都听信了一个小报的胡编乱造，险些酿成大祸，惭愧呀！雷老前辈，您千万别这么说。诸位，此事荣某人也有过错，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，就在这儿搭了擂台，有失礼数啊！霍叔，见谅。不敢。你初到上海就闹出了误会，正好今儿啊，来的人多，霍师傅有什么话想对大家说，借此机会尽请直言。多谢荣先生，元甲没什么要说的了。哎，别呀，你来上海开武馆，不是有很大的抱负吗？今天的机会可难得呀。诸位父老乡亲，沪上的武林同道，如今国事艰难，洋人肆虐，万民羸弱，作为武林中人，如何能激发国民习武强身之愿望，实为今日之所急。元甲以为，只要习武成为民众之习惯，身强体壮的人多了，东亚病夫的帽子自可摘除。所以，精武门希望广招愿意习武的后生，为国家之强盛、民族之未来尽微薄之力。说得好，霍大侠武功高强，我愿意跟你习武。霍元甲说的对，我送我孙子来精武门。霍元甲，不，霍大侠，我们海社新报愿意为精武门免费登1个月，1个星期广告。如此，多谢曹总编了。饶先生，今天霍元甲算是出尽了风头，其他武馆交行的生意怕是不好做了。上海滩的武林原本就群龙无首，来个霍元甲，这不挺好的吗？看来您挺器重他呀。哎呀，霍元甲是个难得的人才呀，待会儿给他送个帖子，请他到家里边来喝茶。是。
师傅，师傅，你个败家子，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？码头上的活干完了没有？你也不想想，领不到工钱，咱们爷儿俩吃什么啊？师傅，今天码头有条从上海来的船，他们都在议论一件事情。哼，我让你白天专心干活，晚上专心练武啊！你个败家子啊，长着耳朵偷听别人东谈西论的干什么？师傅，他们都在议论打擂台的事情。有个人开了个叫精武门的新帮派，连续打赢了3位武林高手，名震上海滩。去，上海哪有什么高手？还精武门，这帮派名字就不吉利，长不了。不要理他了。哎呀，饿死了。开精武门的人叫霍元甲。什么？你再说一遍，精武门是谁开的？霍元甲。可是从天津来的。没错，报纸上写得很清楚，金门霍元甲。大清早的，精武门就有这么多人练武了啊！那是上海滩最红火的武馆，这武馆要赚很多银子吧？不要看着眼馋啊，人家师傅厉害，金门霍元甲霍大侠，上海滩没对手的。哎，你看，这几个后生都是来报名的，还没报上呢，要等到晌午人家才会出来见。体格不好的，选不上的。是。师傅走，师傅走，大家走，继续。哎，1，好，2，好。哎，怎么了？娘，被我爹发现了。我早就跟你说过，你爹是不会让你练武的，你就是不听话，惹你爹生气了吧？没生气，我也从来没说过不让东爵练武啊。是因为习武，我惹了不少祸，但我不后悔。没准儿等东爵长大以后，我们这个国家人人都体格强健，我可不能让东爵落于人后啊。娘，我爹让我练武，我要去练。
邓爵啊，现在可不行，你还小，这筋骨还没长成，还不适合练武。那要等到几岁呀？爹是从7岁开始习武的，你就等到7岁吧。啊，7岁。娘，早。娘早。早。哎，开饭了，开饭了！娘，你没睡好吧？啊，肯定是前来学武的弟子太多了，连内院都占上了，天还没亮就练武，一定是吵到你了吧？你爹年轻的时候也是天不亮就练武，我早就习惯了。啊，可是您的脸色可不太好。做噩梦了，连着3天，同样的梦，一闭上眼睛就被吓醒。哦，那什么梦啊？梦见我儿子在擂台上和别人比武，被准是那天在门口打擂台，把娘给吓的。兄弟，你武艺强，娘跟我都知道。可来的那几个人，他也是如狼似虎。你说他万一要是不守规矩一起上，那你不是又吃亏了吗？毕竟我们一家人来到上海滩，人生地不熟，不是？你要是有个3长2短，你说这一家子，娘还有3个没长大的孩子，是4个。妹妹可又怀上了。大嫂，娘，今晚睡觉前我给您烫脚，脚烫舒服了就睡踏实了。夜里我被吓醒了，都不敢再合眼呢，怕闭上眼睛，冤家就在擂台上和别人打架。我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房梁，可我这眼神太不争气了，我看着看着就什么都看不见了。娘，您本来眼睛就不好，可千万不能再这样了。要是想让娘睡得安稳，除非你答应娘一桩事。你说，别说1桩，就算100桩、1000桩，儿也都应您。从今往后，你不许再上擂台，你不许再和任何人比武。这，娘，您放心，儿答应您。好，这回可好了，娘可以睡个安稳觉了。哎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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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开！加油！
进别人家不知道叫门吗？学武得等到晌午才能报名。你是霍元甲？你谁呀？小小年纪竟然敢直呼我师傅的名讳！哦，原来是霍元甲的徒弟啊，也敢教武功骗钱，丢人现眼！你说什么？怎么回事？你是谁啊？在下霍门大弟子刘振生，敢问这位壮士，尊姓大名？无名小辈，不配知道我的姓名。你们开的武馆叫精武门对吧？那就叫霍元甲出来，我看看他的武功到底有多精。存心来捣乱的是吧？看我怎么教训你！大友，我是大师兄，教训他，我来。我师父来上海成立精武门，为的是光大中华武学。我们不想与任何人为敌，可是有故意来捣乱的，我们不怕。那就来吧，刚好拿你活动活动筋骨，活动开了，待会儿好收拾霍元甲。狂头住口，看招！这么打下去，要打到什么时候啊？嘿。师傅，有人来捣乱，大师兄跟他打起来了。元甲，啊，娘，我去看看。您放心，我不和别人比武。刚才那个还厉害呀！照这么下去，体力就耗尽了。哎呀，待会儿怎么打霍元甲呀？
然与他过了招，但没看出来他使的是哪门哪派的拳法。此人学艺很杂，应该拜过很多师傅。右腿，大友，大友，切磋武功应点到即止。你输了。在下精武门霍元甲，请问阁下尊姓大名？你就是霍元甲，徒弟教的不行啊，一个不如一个。来吧，该你了。这位小兄弟，你刚才的身手我已经见过了，失敬失敬。来，请到里面喝茶。喝茶？喝茶我可不感兴趣，我是来找你打架的。我从来不和别人打架。哦，我说错了，不是打架，是比武。你开武馆的，不会不与人比武吧？海上新报我也看了，连续赢了3位武林高手，难道都是你请了戏子，故意输给你的，帮你上报纸收徒弟骗银子的吗？这位小兄弟，你我素不相识，何故口出狂言呢？我可早就知道你了，我日夜练武功，就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打死你。哦，看来这位小兄弟和霍某有夙愿了，请报上尊姓大名。我的名字可长着呢，你听清楚了。洗耳恭听。我的名字叫拳打霍元甲，脚踢精武门，这10个字好听吗？快来受死吧！哎，前辈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，请恕罪。前辈，我只不过是个叫花子。我的徒弟许大友半个月前练功伤了右腿，经过医治后已经好得差不多了。若不是精通武学的前辈，又怎么能够看得出来啊？名不虚传呐，霍元甲。哎，徒弟啊，你跟他打的时候可得多当心呐。师傅，你放心吧。霍元甲，别再婆婆妈妈的，赶快过来受死！别再婆婆妈妈的，赶快过来受死！两位远道而来是客，精武门应略备薄酒招待才是。振生啊，去告诉师母，有贵客来了。也不用，酒我自己带来了。哎，我的徒弟要跟你比武，你究竟是比不比？不比。不比武，你开武馆干什么？弘扬中华武学，强健国人体魄，重要的是，不让洋人小视我中华男儿。你说的比唱的还好听。看着啊！呀！啊！呀！
师傅，前辈，您在10招之内用了螳螂拳、通背拳、少林罗汉拳、八卦掌，还有南派洪拳，能将多种拳法融会贯通，实乃高手中的高手，冤家敬佩不已。哼，少溜须拍马，出招吧！前辈，我不想与您比武。我也不想跟你比。徒弟，你上。嗨，还手啊！我叫你还手啊！你连我徒弟都打不过，你还敢在这里开武馆，还叫精武门？你不想比武是吧？可以呀，你自己把这精武门的招牌砸了，自废一条胳膊，我们师徒俩转身就走，永不回来找你麻烦。冤家不想比武，既然贤师徒也不愿意交朋友，那精武门只好送客了。送客，送客！徒弟，好虎架不住群狼。再说你连着打趴下2个，够累的了。而且师傅酒瘾又犯了，咱们走，日子长着呢。走吧。师傅，您就这么放过他们？晨晨呐，你还年轻，师傅已经想好主意了。啊，到时候比武由不得他不答应。走走走，喝酒去，就去前面那个酒铺。没错，就是这个名字，我听得一清二楚。龙先生，您喝汤啊，趁热。谢谢小梁姑娘。哎，智胜，怎么样？那个老叫花子离开后，就跟他徒弟下馆子去了。这么大壶老酒，足足喝了3壶。他徒弟一口不沾，干吃饭。之后他俩就直奔租界。租界？看那老头的穿着，不像会去租界的样子。金孙，你怎么还让振声跟着人家啊？知己知彼，方能百战百胜。敌人来得突然，我们总得了解他们的底细吧？何谈敌人呢？刚才我仔细想过了，陈真这个名字我从来没有听说过，即便是昔日的仇家，也没有姓陈的。他的师傅应该是一位隐姓埋名的前辈，武林之大，藏龙卧虎。像他这样不被世人所知的高手，又何止这一位？今日见他出拳之快，拳法变化之诡异，真是大开眼界。正所谓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啊。只可惜这位老人家不愿意交朋友，连喝杯茶也不肯。倘若能与之研习武学，切磋武功，一定会受益匪浅。交朋友，师傅，您这度量也太大了吧！陈真出言不逊，若下次再被我见到，我一定打折他的肋骨。大友，这个陈真与你年纪相仿，今日你二人过招时，你并没有占上风，怎么怀恨在心啦？我没有，我只是因为他们辱骂于您。怪就怪，报纸上把为师吹得太厉害了，这师徒二人一定是看了报纸才来到这儿找麻烦的。唉，这个海上新报的曹达人总编，算是把为师害惨了。曹总编，曹总编，曹总编。
总编，不好了！出什么事儿了？这么大惊小怪的。你还是自己出去看看吧。啊？来的什么人啊？怎么回事啊？你们两个刚从乡下来啊？这是报馆，你们跑这儿打劫来了？我告诉你们，这个地方叫租界，巡捕房抓了你们这样的人，直接就枪毙了，知道吗？你们愣着干什么？给巡捕房打电话，打呀！打不了电话呀，他们两个就是因为要打电话报告巡捕房才……那他们两个到底想干什么？他们想登告示，又没钱。哼，二位，登告示没钱？你们当我们报馆是半个月之前的吧？啊，谁想登告示就登了。我告诉你，本报现在已经是上海滩最红的报纸，本主编已经坐上了报界的头把交椅。不明白是吧？好，好，你们等着啊，给我等着！哎，那个是管事的是吧？哎，来呀！你们俩要登什么告示？这么拼命啊！我告诉你啊，虽然我们爷俩没钱，但是呢，如果报上把我们的告示登出来，报纸一定卖得更好，你们只赚不赔啊！你难道忘了你的报纸是怎么红火起来的？老先生，您要登的这个告示，不会是和那个霍元甲有关系吧？哎，当然跟他有关系啦！真和霍元甲有关系啊？那您为什么不早说呢？你们几个也不问清楚，差点就把贵宾给得罪了。老先生，咱们里边谈。好。不行，你这么说肯定不行。这个，你这么说谁看报纸啊？你这件事是件很大的事，你知道吗？你这样说它没有轰动效果，你知道吗？这样，你给霍元甲下个战书，生死战书，干不干？生死战书，敢？这有什么不敢？好，只要你敢，本报免费为你们登这份声明。还有，后续的追踪报道我们也免费。你们这个生死擂台，本报馆也免费给你们的。行，就这么说定了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哎，大家都进来啊，都进来，都进来。诸位刚才都听见了啊，这将是明天最重要的一则新闻。这样，我现在需要一个编辑，为陈先生的生死战书润色，大家自告奋勇吧！啊！这不行，你来吧。不行，这不行。一到关键时候，你们什么用都没有。我跟你们说，何玛丽，本报文笔最好的记者，就由她为您来撰稿，啊！我是新闻记者，不适合干这种事。这个不就是上海滩最大的新闻了吗？你好好写，咱们的报纸保准能再多卖1000份。何玛丽，机会我可给你了，好好把握啊！我说了我不干。你们上回篡改霍元甲的声明，闹出那么大的笑话，还不知悔改吗？要不是我那份声明，咱们报馆能起死回生，大家饭碗都丢了，知道吗？你这摆明了就是挑唆打架，就算是丢了饭碗，我也不会干这种事。何玛丽，你被开除了。开除就开除。看什么看？愣着干什么？都出去，出去！二位见笑了，这年轻人啊，他就是不知道把握机会。
我亲自为陈先生润色战书，明天一早，陈真这个名字就能响彻上海滩。开宗明义，拳打霍元甲，脚踢精武门。哎呀，又上报纸了，这个霍元甲成了沪上新晋的大红人了。这个人太不懂规矩了，您这么抬举他，又送了帖子，可他一直不来拜码头。哎，人红架子大嘛，无妨。今天咱们没什么安排吧？啊，没有。那好，我们再去精武门看看热闹，看看这个叫陈真的乡下人会不会被霍元甲打死在擂台上。客官，请慢用。哼，太不像话了，竟敢在报上辱骂霍家先人！我要是霍元甲，就在擂台上一掌把他劈死。谁赢谁输，还不一定呢。我们3人都没有胜过霍元甲，何况乡下来的一个无名小辈呢？叶师傅，难道你也相信这个陈真的功夫在你南拳王之上？我倒是得到了消息，昨日在精武门已经比过了一场。这个叫陈真的年轻人，3拳2脚就打倒了霍元甲的2个徒弟，不可小觑啊！哦，这么说，今天的擂台有看头。我去看，自从上次。拳打霍元甲，脚踢精武门那大旗啊！哦，坐着呢，我马上去取。这赶紧去取啊！好好好。你想要干什么？哟，龙先生，报纸看了吗？看过了。啊。
生死战书上按了手印，有了这个，打死白打呀，对不对？你告诉霍元甲，一定要打死啊，不然新闻不够大。这一战之后，霍元甲在上海滩那就更有名了。当然了，海上新报也就更好卖了。你，哎，等会儿，快拍照！精武门大人，快，快拍啊！拍，来！哎，拍什么呀？荣先生也来看热闹了，还有雷大侠、南拳王叶师傅、神教八图都来了。擂台是海上新报出钱搭的。这个曹总编唯利是图，为了卖报纸不择手段。早上我一看报纸上的生死战书，我就猜出了10之8九。上次就不应该轻易饶了他，太可恶了！找机会送他去见阎王。金孙，你什么时候变成火爆脾气了？师傅，我知道您答应过奶奶不再跟人比武，我替您打。镇生，你虽然习武刻苦，但天资稍差，与陈真上擂台没有胜算。让我来，我的右腿好多了，今天绝对不会再输给他。你刚猛有余，变化不足，想胜陈真没有十足的把握。师傅，您怎么老长敌人志气，灭咱自己威风啊？师父不是说过了吗？这师徒2人不一定是敌人。师傅，您不是看报纸了吗？说咱霍家祖上皆是淫狗之徒，獐头鼠目之辈，骂咱祖宗了，还不是敌人吗？师傅。是啊，向师傅挑衅，就是我许大有不共戴天的仇人。我今天一定要杀了他。镇生，师门规矩还记得吧？那霍家师门3阳4戒记得。把4戒背来听听。4戒者：1戒卖祖求荣，2戒好勇斗狠，3戒奸妄淫邪，4戒杀。很好，一字不差。你和大友随为师到书房来一趟。镇生，你为大友研墨，让他把4戒背写1000遍。啊！大友，你写完之后，为你大师兄研墨，让他把4戒也背写1000遍。没写完之前，无论外面发生什么动静，你们都不许离开书房。这个时候我不便出去，就劳烦金孙把他贴在大门口。然后呢？精武门暂时关闭，直至他们拆除擂台。你这么做，会被沪上武林耻笑的。那又如何？逞一时之勇，那是一介武夫。我霍元甲开办精武门，是为了弘扬中华武术，而不是为了争什么天下第一。再说，那个陈真尚且年轻，如果在擂台上有什么闪失，岂不可惜？他的师傅虽然武功高强，但面色暗淡，似有旧疾缠身，一把年纪了，也不适合上擂台比武啊。况且，他们和我无冤无仇，肯定是有小人挑唆。我暂避锋芒，等日子久了，误会自然就消除了。我还盼着那一天早一点到来呢，可以和那位老人家交个朋友，共同研习武学，切磋武功，不亦乐乎？好吧。
怀伟志，且进退有度，又懂礼让，大丈夫也。今天的《海上新报》都看了吧？今日盛举之由来，因为陈真先生找到我们的报馆，刊登了这则新闻，震惊上海滩呐！下面我就再给大家念一遍啊。这个姓曹的怎么又来卖报纸啊？这人人品很差，为卖报不择手段。这个擂台就是他出钱搭的。开宗明义，拳打霍元甲，脚踢精武门。天津霍氏事武交金于沪上，多有不明真相者受蒙蔽。其自言，汉冠军侯霍去病之后，无非攀附古之豪雄，光耀寒酸门庭而已。霍家祖上皆蝇营狗苟之徒，獐头鼠目之辈，父霍恩济，自称燕清泉传人，道武林宗师之名，实押镖虎口之小民，关东道上之走卒。霍元甲之迷踪拳，更是花拳绣腿，雕虫小技也。今立馆于沪上，自吹自擂，广骗门徒，实乃敛财之邪道。却妄言以振兴国术为己任，真叫人哑然失笑。武林虽大，不败者自当为尊；江湖虽远，擂台间可见高低。我陈真，虽名不见武林，声未播江湖，却有一腔热血，拳脚一副，专产吹牛式，专打自大人。现以此声明为生死状，邀请霍元甲上擂。在我铜拳铁脚下，若一命呜呼，自不关我事。我陈真如有闪失，横尸擂台，亦因学艺不精，不关霍元甲事，请沪上父老共同见证。声明者，陈真。好文章啊，千古奇文呐！我真没有想到，陈真先生年纪轻轻，不仅武艺高强，文章也写得这么好啊！鼓掌，鼓掌啊！你是谁？让霍元甲出来！对呀，对呀，农先生，快请霍元甲霍师傅出来吧，大家伙儿可都等不及了。本报将持续的追踪报告，如果霍师傅赢了，哎，那在上海滩的名声可就更大了。精武门立于沪上，一不为钱财，二不为争勇，所秉承宗旨为一，强健吾中华同胞体魄耳。
故元甲拒与陈真擂台比武，即日起关闭精武门，至擂台拆除止。霍元甲，是什么意思啊？你不打了？不打了呀？打不打了？哎，不是，哎，这算什么呀？挂起免战牌来了。对呀，出来呀！霍元甲，出来！出来！霍元甲，出来！霍元甲，出来！霍元甲，阿楚，给我抬上来！霍元甲，出来！大家都一起喊：霍元甲，出来！霍元甲，出来！霍元甲，出来！练功时要心无旁骛。霍元甲，出来！霍元甲，出来！霍元甲，出来！不用学我，练上3年，你们自然也可以。接着练。是。霍元甲，出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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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霍元甲，练武一定要持之以恒，冬练3九，夏练3伏，练武不练功，到头一场空，内练一口气，外练筋骨皮。霍元甲，出来！霍元甲，别给我装孙子了，赶快到擂台上比武！你要是再不出来，别怪我骂你祖宗八代！走。太没礼貌了！陈先生，陈英侠，霍元甲怕你，是不敢出来。看来不真骂是不行了。来，霍元甲，你祖宗！住口！后生，给自己留点口德吧。老头，你是谁？放肆，敢对荣先生无礼！装着嚣张了。你们俩要干什么？字写完了吗？师傅，人家都打上门了，还要骂你家祖宗，不能忍了。师傅，咱们要再忍，以后在上海滩就没法混了。骂我祖宗？
我怎么没有听到？今天有人踢馆，我们打回去；明天再有人踢馆，我们再打回去。难道要一直打下去吗？那我们开精武门的意义何在？不如直接摆擂台算了。回去接着写，每人1000遍，差1遍，再罚1000遍。你们记住，学武容易，静心难。中华武术之道，在于内外兼修。海上新报的总编，你姓曹对吧？是，荣先生，鄙人就是曹达人，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。把那破玩意儿放下，好好说话。今天这个事儿，又是你挑唆的吧？没有，这个真的是陈先生到本报投的稿，本报如实刊登，绝无挑唆。哦，好。陈震，你把在报上刊登的内容复述一遍。怎么着？复述不出来？报上刊登的那些内容，应该是你自己的心里话呀，复述何难啊？我要跟霍元甲比武，上了擂台，生死由命，绝不反悔。这怎么一样？这个啥时间说一点都不一样，不一样啊！要是我自己写的，你怎么也不来呀？这就对了。一看你就是没读过什么书，能复述出这2句，实在是不容易啊！啊，曹大人，啊，是不是啊？今天这事儿，又是你炮制的，那些辱骂霍家祖先的话，全是出自你的口啊！如果霍元甲意气用事，在擂台上打死了陈真，你的报纸就会大做文章，销量翻番，对不对啊？不，没有，陆先生，您这是冤枉我呢！哼，姓曹的，还敢嘴硬，当心砸了你的报馆，还不快滚！你是叫陈真吧？一看，你就是个乡下孩子啊！练了几年的武功，就不知天高地厚了。又受曹大人的唆使，才闹出今天这个笑话。不怪你，走吧。我不走，我还没和霍元甲比武，不会走的。哼，嘴还真硬。那我问你，你是哪门哪派，什么辈分呢？敢跟霍元甲比武？龙先生说的没错，你自是无名小辈，但你师傅是谁？报上名号来，让雷某见识见识。哼，不告诉你。哪儿来的野小子？你不会根本没有师傅吧？惹了这么大的乱子，荣先生让你走，是给你条生路，还不赶紧滚！我有师傅。哪个门派的？我师傅是无义无宗派掌门人。你们笑什么？我说的是真的。我师父武功盖世，天下无敌。无影无踪派，
从来就没听说过。你师傅都教你什么功夫了？是无影无踪的功夫吗？来，打套拳来，让大伙看看。打就打。陈真，你师傅到底是谁？今天来了这么多沪上武林有名有姓的人物，你就别卖关子了。我都告诉你，我师父是无影无踪派掌门，我就是他的开山大弟子。那你师父姓甚名谁？他老人家无名无姓。你胡说！你刚才的一套拳里，汇集了各大门派的绝学，能教你这套拳的，一定是位武林名宿。连虎鹤双形拳都被画在了你的招数中，你师父到底是谁？对呀！我说你们这些人，打那个孩子干什么呀？啊！陈真，不用怕，师傅来了。师傅，准备拍照。陈真的功夫是你教的吗？是又怎么样啊？请问阁下尊姓大名？你是哪个门派的高手啊？我无名无姓，创的是无影无踪拳。我徒弟不都告诉你们了吗？别给脸不要脸！你们一老一少在这说什么话？报上写得很清楚，我徒弟已经给霍元甲下了生死战书。哼！什么门了、派了、名了、姓了的，与今天的擂台有关系吗？我看你们几个才是装蒜的，都是霍元甲的手下败将，还好意思挺胸昂头的站在这儿，号称沪上武林的高手啊！呸！嘿嘿，真给练武的丢人呐！我要是你们，早就找根绳吊死了。你说什么？看我神教八图不摔死你！师傅！这就是咱师傅。师傅，你这么大个子，摔我一糟老头子，不是欺负人吗？哎，不如这样，还是叫我徒弟跟你比划比划吧。啊！好家伙，你都真有两下子！那徒弟啊，快替师傅挡一阵，师傅酒瘾上来了，我再喝两口啊！想摔我师傅，没门！滚远点！你没资格跟我过招！哎，没得商量。我怎么教你的？照打！
打起来了，打起来了！谁和谁啊？神教巴图和陈真打起来了。哦，巴图力大，陈真可能要吃亏。也好，让他长长教训。好了，大家休息一下。金酸，进屋喝茶去。哇，这鼓好结实啊！哎，谁家做的？哎呀，赶紧明儿给老叫花子定做个更大的啊！我在上面睡觉，准保比皇上的龙床还舒服啊！师傅，对不起，我……哎呀呀呀，你没输。摔跤讲究得把人摔倒在地，他把你摔在鼓上了，他不算赢。那我接着跟他打。哎，行了，徒儿，你还是给师傅看着酒壶吧。啊，来。哎，可不许偷喝啊！啊，师傅，你小心啊！老头，我如果摔死你，你有钱买棺材没有？你先把我摔倒在地上再说。呀！甭管谁打，都排，争取明天上报。快！师傅！
这摔跤的大个子可真沉呐，打得我腕子都酸了。慢着，擂台之上，你们难道要打群架吗？抬着你们的师傅去桥郎中，叶某自然会为他报仇。去吧，去吧。师傅，神教巴图被摔下擂台，吐了血。这个陈真居然能赢巴图？不是，是陈真的师傅，那个老叫花子把巴图摔下擂台的。袁家，不管是谁了，你既已贴出了免战牌，谁把谁摔死，都不关你的事。你们两个也不要再偷看了，告诉所有弟子，门外的擂台与精武门无关。不行，此事因我而起，擂台比武，生死攸关，我不能袖手旁观。霍元甲出来了！哎，正主出来了！哎，星爷的，要不然咱俩不打了，让陈真和霍元甲他们两个打，好吧？不行，你我已上了擂台，非打不可。啊，我认得你呀，你不就是那个号称虎鹤双形震天下、劈山倒海南拳王的叶双行吗？哎，报纸上说了，你已经败在了霍元甲的手下。哎，我和我徒弟是来给你报仇的，你怎么反倒难为上我了？啊！你适才口出狂言，又打伤巴图，我打你怎的？哎呀呀呀呀呀！非要打呀？喂，可你辈分不够啊！啊，这样吧，我跟你打上50招，你若在50招内看出我是什么门派、什么套路，我就算你赢；50招内没看出来，哈哈，就算你输了。接招！恐吓终于传来了！我虽看不出门道，但这老头的拳太怪异了。那日我和他过招时，便已看出，他拳技各家拳法之所长，汉谈看出源自何门何派。50招到了！哎，叶师傅，看不出来吧？啊！再打！哎，我早知道你看不出来，你已经输了。哎，给脸不要的东西！滚下台去，滚下台去！徒弟，小胡，我酒瘾犯了。快打上来！师傅，小心！
徒弟，救虎。师傅。哎，叶师傅啊，让你认输你不肯，吃苦头了吧？告诉你，我这一脚刚刚可是收了劲儿的，不然非踹折你3根肋骨啊！前辈，我已经贴出免战告示，你们师徒为何苦苦相逼？请尽快拆除擂台，离开此地。哎，我是不会走的，除非你上来打嘞。用不着霍元甲，让我雷霆云试试你。哦，八卦门雷霆云，你可是大名鼎鼎的美髯公，不过你的胡子可比你的八卦掌厉害多了。好，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我的八卦掌。哎，等一等，你跟叶双行不是一个辈分的，我只能给你30招。30招之内，你若看得出我是什么门派、什么套路，你就赢。如果看不出，你就滚下台去，换霍元甲来跟我打。雷老前辈，他腿脚功夫了得，近身相击，攻其面门。别打了！晚辈霍元甲，有眼不识泰山，还请孙老前辈见谅。谁是孙老前辈？阁下，莫不是鹰爪门的前辈孙无极、孙大侠吗？师傅，谁是孙无极？闭嘴！前辈，昨日我见您脸色灰暗，似有旧疾，刚才又连战3场，现面带潮红，恐是内伤损耗所致吧？霍元甲呀，霍元甲，你是郎中吧？你不会要卖我大力丸吧？哎，师傅，他好像说的对啊。您前2年不是说旧病复发了吗？你听不见我叫你闭嘴吗？都是你惹的祸啊！非要来打什么擂台？哎呀，这算了，哎呀，走了走了。这就打完了。师傅，孙无极，莫非是鹰爪门第一高手？不当掌门，只愿做江湖散仙的孙老怪。就是他。我倒是听说过，此人专门研习各门各派的武功，化为己用。霍元甲，你不仅能打，还有见识。刚才那个老头跟雷大侠说，只要在30招内能看出他的门派和套路，就算赢。而你不到20招，还站在台下就看出来了，吓得他们就跑了。人才呀！荣先生谬赞了，
袁甲怎敢贪功？刚才若不是雷老前辈八卦掌功底深厚，逼他使出看家本领鹰爪功，恐怕我也难以识破他的身份。师傅，慢点。行了，他们没跟过来。师傅，您没事吧？受伤了啊？来，坐坐坐。师傅，您没事吧？啊？我没受伤，就是老毛病又犯了，稍微累着一点，就这样，没事的。哎，喝口酒，压压就好了。好。怎么样，师傅？啊，你看，好了，没事了啊。哎，师傅，您的大名叫孙无极呀？哎，就胡说！这么难听的名字，怎么会是你师傅我呢？哎，那为什么霍元甲一点出名字来，您就拽着我跑啊？哎呀，我是因为累了，怕他们看出破绽，才找个机会跑的。你这个汉子，你怎么能当真呢？没有，你怎么能当真呢？你说呀，你别跑，你给我回来！好，赶快擦干啊！这边好了，下面干了，上面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了，干了吧？爹。倒立。好，1、2、3，嘿，立住。好，好了。爹，推腹。躺下。爹，孙老怪是谁呀？你听谁说的？我听许大友他们说的。我长大了一定要一拳把孙老怪打扁。不许乱说。这老人家原名叫孙无极，他呀是爹的前辈，你可不许不敬。那他武功厉不厉害呀？厉害，当然厉害了。那爹和他比谁厉害？这不是没比过吗？你奶奶啊不让爹比武，你娘虽然没说，但爹也看出来，她也不愿意。哎呀，说实话，今天啊把爹痒坏了。要知道，江湖传闻孙无极可是武林第一高手啊，爹要是能跟他过一下招，那就痛快了。可惜了，来，给劲儿。我爹才天下第一，孙无极打不过我爹。别瞎说。疼。忍着。你怎么也起来了？平日里你卯时练功，今天寅时不到就起了，我能不担心吗？我睡不着，你可得多睡会儿，孩子也要睡的。你要不是怕娘担心，定会上擂台与孙无极比武吧？啊？怎么，失去了当武林第一的机会，
觉都睡不着了。不要不承认，自从你上次连胜雷霆云等3大高手名震上海滩，你晚上做梦都笑出声了。是吗？你怎么不跟我说呢？平日里你还总说许大有是武痴，在我看来啊，真正的武痴是你自己。唉，天下最了解我霍元甲的，就是你呀。当日我写免战告示书，精武门立于沪上，一不为钱财，二不为争勇，所秉宗旨为一，强健我中华同胞体魄耳。写完之后，扪心自问，多少有些心虚啊。我自幼体弱，7岁时便背着父兄开始习武，刚开始是练着玩的，可3个月后，第一次和人比武，就将对手3次摔倒在地。当时所有的人都为我摇旗呐喊。那时候的情节，我至今还记得。后来就经常跟人比武，先是和我同龄的孩子打，再就和大我3岁的打。等13岁那年，我就和成人高手约战擂台，且屡战屡胜，扬名境海。后自创迷踪拳，开师门收徒弟。再后来，为了金门大侠的称号，曾在擂台上连胜9场。唉，庚子年，父兄因为我而遇难，我开始后悔起来，不该习武，惹是生非。若不是想着为父兄报仇，我真想自废武功啊。再后来的事，你就都知道了。所以一身武艺对我来讲，是福也是祸呀。有一身好武艺，不是坏事，但比武斗狠，就不是什么好事了。我听说孙无极是鹰爪门的前辈，那你可知，他带徒弟前来捣乱，是何缘故？当然是为了替鹰嗣报仇而来。鹰嗣之死，朝廷虽未查出个子丑寅卯，但江湖上一直有传言是针对我的。浩浩中华文明，自古以和为贵，但尚武之风亦久。所谓书剑联袂，是人所求之道。孔子言6艺，文武未分土，武，士之荣耀也，故敢死越商；武，侠之所恃也，故一诺千金。后，武学分也，一曰军阵之武，二曰民间之武。民间之武渐成武林，唐宋之后，权剑并尊，到了前明及本朝，更是门派林立。力虽有之，弊端亦显，即各门各派喜于争强好胜，推崇自家武功打压其他门派，一桩桩一件件，由此引起的恩怨甚至惨案，还少吗？夫人，你什么时候把武学渊源和门派纷争探究得如此透彻？所谓近朱者赤，我嫁了个武痴，难道不应该懂得这些吗？夫人言简意赅，几句话就把千年武学和武林弊端讲得清清楚楚，元甲由衷佩服。元甲，你最初练武的目的是什么？那时候身体弱，想变得强壮，不被别的小孩欺负。初心即为本心，正如你今日布告，所秉宗旨为一，强健吾中华同胞之体魄耳。这句话说得好，太好了。至于拳脚分胜负，擂台见输赢，那是井蛙之见。我这么说，你别不高兴。
是，古人习武，不是为了做攻城略地的将军，就是为了做称霸武林的豪杰。然，今非昔比，前有鸦片之战，后有甲午之役，泱泱大国早已行资狼狈，而所谓的武林，仍在为技高一筹和门派之争打得头破血流，真是可笑。若要因为技高一筹而自鸣得意，在我看来，最应该得意的是洋枪洋炮。至于门派之争，比武斗狠，自是英嗣之流所推崇的。我想你应该厌恶才是。冤家受教了。夫人一席话，让我惭愧不已。来上海前，我和晋孙彻夜长谈，也没有想透刚才夫人话中的这层深意。之所以前有3大高手，后有孙无忌师徒，想必都是为了精武门的这块牌子。别人以为我霍元甲要新立门派，挑战武林旧尊，又怎能不把擂台摆在我家门口呢？你真觉得我说的有些道理？有，这道理让我茅塞顿开。至于精武门的事，我需和晋孙再好好商议商议。全都有啊！我跟你们说啊，每人再给我写一篇，一定要注意，要有看点，看点，看点啊！写不出来，写不出来，今天谁也别回去睡觉。总编，又有什么事儿啊？这天都快亮了，再不印刷可就来不及了。要不换一篇吧？干嘛非要写霍元甲呢？把别的新闻拿出来放在头条也是可以的。不行，我跟你们说啊，咱们报馆能起死回生，靠的就是报道霍元甲。在精武门门口搭的那个擂台，咱们是真金白银花了钱的呀，不报道咱们就亏了。去给印厂打个电话，就说推迟1个小时啊，推迟1个小时交稿。看着我干什么呀？写呀写呀！各位，有写出来的没有？哼，我就知道指望不上你们啊！你们听听我这个标题啊：武林第一孙老怪惊临上海滩，缩头乌龟霍元甲盲观精武门，怎么样？好啊！这个好，这个好是好，可是属谁的名啊？这精武门可都是打拳的，万一报复，不说霍元甲了，就算他的徒弟来，一拳还不把您的门牙打掉啊？怕什么怕呀？这篇文章，它当然是
不能数我的名字。可我不是害怕，我是给诸位一个红遍上海滩的机会。怎么样？谁来？不行，谁自告奋勇啊？你来。数你的。哎，何玛丽不是被开除了吗？对，这篇文章就属他的笔名啊。本报新闻记者何马。给我来一份。大爷，你要买报吗？啊，海上新报比平时贵1倍，有重要新闻。嘿，你这么小就会趁火打劫啊？啊，够了吧？卖报就卖报，再喊什么霍元甲缩头乌龟，揍你啊！本报新闻记者何马，何马。是我拉你来上海的，你我彻夜长谈，欲以精武精神换国民之自强，哪成想碰到了这家《海上新报》。那个姓曹的总编已经可恶，一而再再而三的挑拨是非。现在这个姓何的记者竟然发出这样的新闻，直接替我们在报纸上关门了，这不是要毁了精武门吗？不急，流言蜚语总会不攻自破。你怎么突然变得这么乐观了？这标题的前一句倒是挺准确的。孙无极，江湖人称孙老怪，确实够得上武林第一。这个人啊，来无影去无踪，现在惊现上海滩，是个难得的机会。金孙，我觉得我可以和他好好交交朋友。倘若能把他请来精武门，给弟子们指点一二，这也许就是新武林的开始。元甲，你好像胸有成竹，可这不太现实。他是鹰爪门的人，你与鹰爪门……今晨，我与夫人长谈之后，便在脑海中勾勒出武林的全新模样，摒弃门户之见，终结门派之争，便是发轫之时。师傅，哎，这报纸您看过了？振生，你可算回来了。昨晚一夜未归，我真怕你有什么闪失。这能有什么闪失啊？就是他们住得太远了。金孙，你……没错，我让振生跟了一回这个孙老怪。金孙，你不能这样啊！师傅，这个事儿不能怪农先生，他们是鹰爪门的，咱们不得不防。怕一路渴死我了。振生，他住在哪儿？有多少帮凶？朱家角，那么远？嗯，可不嘛。昨天他们离开擂台，直奔码头坐船去了。我也买了张船票，他们在船头，我在船尾，一直到了松江码头。
他们下了大船，又雇了条小船，我也雇了条小船，一直跟到朱家角。这个孙老怪，他住在一个废弃的酒窖里，没发现帮凶。那个酒窖十分偏僻，周围一户邻居都没有。咱们趁月黑风高之夜动手，肯定神不知鬼不觉。振生，你说什么呢？师傅，这个孙老怪一定是为鹰寺报仇来的，趁他还没有帮凶，咱们赶紧动手，不然等到大批鹰爪门的弟子到了，咱就来不及了。住口！孙无忌是武林名宿，难道你还想杀人不成？他已经找上门了，那就说明鹰寺的事儿肯定是漏了，等着他们先报官，那咱就遭殃了。武林有武林的规矩，我相信孙无忌不会报官。振生，明天早上你带个路，我要登门拜访。您去拜访他，这不打草惊蛇吗？我相信，我一定可以和他化干戈为玉帛。我还想请他到精武门来教授武功呢，到时候你可得好好学学。师傅，农先生这……哎，好了，你这一来一回的也辛苦了。明天一早，咱们赶第一班船。不累。那这河马怎么办？什么怎么办？不收拾他呀！不找他，难道就由着他这么造谣？振生，看来昨天让你背写1000遍四戒，还远远不够。你也别睡了，现在就去书房，再写2000遍。骂我师父缩头乌龟，还造谣精武门关门。河马，你等着啊！我要让你变成死马。大师兄，听说你又被罚默写了，真让人心疼。我知道大师兄平时最不爱写字了，所以特地让小莲擀了碗面条，还加了点肉丝儿，给你补补。吃吧，吃完有劲儿，写得更快。哎，大友，你对大师兄真好。大师兄对你好不好？好啊。大师兄有困难，你帮不帮？帮啊。帮大师兄把剩下的1500遍写完。大师兄，我比你还不爱写字。哎，面条给你吃，有肉。不行，这要让师傅知道了。大友，你不是出卖大师兄那种人吧？当然不是，对吧？大师兄，别的事儿我能帮，但这事儿真的……大友，我要出去办件大事儿，此事不办，我枉为霍门弟子。什么事儿？要不要帮手？你要真想帮我，就帮我把剩下的字写完。大师兄，曹大人，你凭什么冒我之名发表假新闻？你也太过分了！你说什么？我怎么听不明白呢？就是这篇文章，那天我去了新闻现场。霍元甲发了布告，已经说明了拒绝比武的原因，何谈缩头乌龟？更何况他在一旁观战，便识破了孙无极的身份，这足以证明武功见识非同寻常。你凭什么这么说？而且还署名新闻记者河马，一看文笔就知道是你所为。河马丽，这篇文章不是你写的吗？我今天早上还夸这篇文章文笔好呢，你忘了吗？你胡说！你2天前就把我开除了。你被开除这件事情，除了咱们报馆，外面有人知道吗？报纸已经印了，销量那是再创新高，
你何大记者的名声已经红遍上海滩了，这要改，可改不了喽。我要登报声明，揭发你。好，我同意。哎，就在咱们《海上新报》上登，版面费我只收你一半。你真无耻！